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Raymond 雷蒙子。好，记得我们上次在练习长虹玻璃的效果。长虹玻璃的效果，如果你想要回忆一下呢，你可以在我的 YouTube 呢，长虹玻璃效果设计教学，这你可以去回忆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 Photoshop 文字呢，看似发光，那发光呢，它这个切割的效果看似就在长虹玻璃后面发光之后，线条拉长，长虹玻璃这种切割效果。第一个，我们来开一个新档。选择列印，然后 A4 RGB 色彩，背景内容白色，然后色彩描述档是 RGB sRGB。好，正方形像素建立。建立完之后，我们第一个在图层面板的下方按一下新增空白图层。新增完之后，点选在图层1的文字上面2下左键，帮它命名叫做渐层图层。点选渐层工具，渐层图层点选之后，点选预设前景跟背景色，点一下黑跟白，上面选渐层，然后黑白，选择线性。好了之后按住 Shift 键，Shift 键按住之后呢，你一拖移它的渐层呢，就会是一个水平方向移动。好了之后点选图层面板，渐层图层，在文字后面按右键。点选点阵化图层，让它变成点阵化。好了之后，点选编辑任意变形 ，Ctrl 加 T。假设你用快速键是按下 Ctrl 加 T， 点一下，好，帮它压扁。好，那你如果直接拉的话，会变成这样直接缩放。所以我们按住 Shift 键，它就是右边往左边拉过来，按住 Shift 键就可以这样左右两边的缩放。好，把它压扁。好之后打勾确认。好，那我要知道它这个边到哪里哦，所以我点选移动工具的时候，再勾选显示变形控制项，这个框架就出现了。那我现在来点选检视里面的指标 ，Ctrl 加 R 点开，点开有指标线，指标出来之后，在数字上面，指标数字上面左键按着拉过来，就会有参考线靠边贴起。选取工具，按下 Ctrl 加 Z， 拷贝一个，再帮它按下 Ctrl 加 T。刚才的 Ctrl 加 Z 就是向上复制一模一样的渐层图层，渐层图层拷贝。那我拷贝了之后呢，又按下 Ctrl 加 T 呢，我就可以帮它做移动哦。所以呢，我左键按着物件拖移过来。好，那刚好贴在参考线旁边嘛，参考线作为依据，我才不会不小心还2个重叠。好了之后呢，打勾确认。好，接下来用你的左手小拇指按住 Ctrl， 拇指按住 Alt， 无名指按住 Shift 键，然后食指去点 T， 它现在就会一直往右手边移动，重复刚才我们那移动的动作。假设你觉得你的左手食指真的点不到 T， 那你就右手放开滑鼠，用你的右手的食指去点 T， 好，直到你填满整个画面都是你的渐层图层。好，现在我把它呢点最上面的图层，按住 Shift 键，点到最下面的渐层图层点，然后把它压缩一下，一样按住 Shift 键，好，那它这样整个大小是塞好塞满你整个 A4 的一个画面嘛。好了之后按下确认。好，这时候我把它呢这一整个档案呢帮它另存新档。好，我把它另存新档之后，我就帮它另存新档，存一个长虹切割黑板的 PSD 档哦，存档。现在我们来进行开个新档吧，一样列印，然后 A4 建立。建立完之后，我点选文字工具，在画面上点一下，按一下 R， 打了一个 R 字，然后帮它拉大，打勾确认。好，点选背景，帮它填上黑色 ，Alt 加 Backspace。好 ，Alt 加 Backspace 就是编辑里面的填满，前景色为黑色，确定就填了黑色。那我的文字想要改白色哦，所以我点文字工具，把它选起来，在黑色这里点一下，变白色，决定打勾确认，点一下 R， 按住 Shift 键2个选起来，按一下 Ctrl 加 Z， 拷贝个起来，然后我再帮它合并起来 ，Ctrl 加 E 合并。我就单纯把
它的字跟我的背景两个图层呢合并成为一个图层。点选我们合并完图层，再点选滤镜模糊高斯模糊，然后把它设定40，按下确定，再点选滤镜收藏馆扭曲玻璃效果。那我们来进行一下右边面板小方块，这里有纹理嘛？那我点选小方块，按下载入纹理，找到长虹切割黑白。这时候我们来做一点点设定，扭曲呢改成15，当然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线条切割下来的效果。平滑度10，缩放改成60，上面就有像这样的效果。你要检视的话，你可以点左下角下方，这有100%嘛，你给它按减号，就会看到整张的效果。好了之后按下确定，接下来点选图层面板，图层面板下方这个黑白的半球叫做建立新填色或调整图层，点开，点选渐层对应，点下去。那我们现在的渐层对应呢，我想要填什么色？好，你注意看我现在里面是不是有黑的底色跟最亮的白，对吧？那它的概念就是由黑渐层到白，就是画面中会呈现的颜色。所以我刚才我们的这个字，你看这边，它的是黑到最白，没错，但中间我补了紫色，补了蓝色，补了粉红色，在它里面做一个溶接哦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依照这概念来做的话，我在渐层对应点一下渐层色带，点开，我在这里点个紫色，确定，在这里再点个蓝色，确定，在这里呢接近白色的地方点个粉红色，确定，那它就会得到像这样的一个渐层效果，对吧？因为它是由黑到白，那中间的过渡就是灰嘛，那灰我把它改成紫色、蓝色、粉红色，那就会形成这个效果，把它带入咯。好了之后按下确定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用渐层对应的这个颜色呢去带，那就可以带出这一种文字的效果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分割炫彩字的一个做法。那大家要练习看看吧，一起大家来做一个学习。好，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